大熊猫。今天准备从吉隆坡坐大巴去云顶玩一天。在吉隆坡的中央车站有专门前往云顶的大巴。云顶其实离吉隆坡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胜地，几乎也是来马来西亚旅游必去的地方之一。如果是自由行的游客，在吉隆坡坐这个大巴非常的方便，只需要10几块钱人民币。如果旺季，最好提前1天去车站买票，1小时后到达了云顶的大巴站。到云顶游玩都要去山上，所以还要坐缆车或者坐汽车上去。不过山下也非常热闹，有很多的餐厅和购物中心。这边很冷啊，这海拔已经接近1000米，山上更冷。云顶其实叫做云顶高原。现在天儿不好啊，这个坐缆车啥都看不到。山上的海拔是1800米左右，所以山上很冷。山下除了有很多美食中心，还有一个奥特莱斯。喜欢逛商场的，下山后可以在这里顺便逛一逛。有些商品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正值春节，这个购物中心广场有舞狮的表演，围观的游客还不少。感觉春节这里很多地方都有舞狮表演。这个表演1天有几场，喜欢看的可以看一看时间表，不要错过。有很多卡通人物，财神爷，今年是兔年，很多人跟2个大木偶拍照。感觉浓雾小了些，准备坐缆车上山了。去云顶一定要体验一下坐缆车上去，而且缆车的票价非常便宜，只有10几块钱人民币。而这个缆车却是非常长，速度也很快的。我是在车站买大巴票的时候，直接把缆车票一起买了，这样省得排队了。现在准备上缆车。这个缆车的体验真的非常棒，全长有3公里多，直接将游客从山脚送到山顶。这个云顶高原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旅游的第1大品牌，山上娱乐设施非常的全，让人流连忘返。因为海拔比较高，也是非常棒的避暑胜地。这个云顶高原度假胜地也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林梧桐先生在政府的支持下花巨资打造出来的。整个项目耗时了几十年，这里都是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景色非常漂亮，很多云海。缆车在半山腰就能看到云雾缭绕，如入仙境。这个地方也被称为蓬莱仙境。看到这个塔就到了蓬莱仙境，这里有一站叫清水岩庙站，可以免费下车，然后参观游览，再免费重新上缆车。我是在下山的时候从这个缆车下去逛了一圈，1个多小时，非常的美，而且都有电梯，走起来非常省力。下一站是坐落于海拔6000尺高原上的云天缆车站，您可由此通往对吧？到达山顶，云雾突然浓了起来。山上的海拔已经接近2000米了，所以来这里一定要带件厚衣服，因为室外是比较冷的。从缆车上下来，直接进入了云顶第1城。这是一座结合了购物商场、餐厅、电影院、娱乐场，还有室内游乐园，很多的综合体。这个云顶第1城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虽然建了很多年，到现在都不过时。一起逛一逛。是最上面1层，好多吃的。从缆车出来就是第4层，4层就有很多的餐厅，
如果饿了直接去吃饭。这里都是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各种美食，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一点都不贵。4层还有一个冒险世界儿童乐园，适合很小的小朋友玩耍。从这4层望向1层的大厅，这里每天都是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因为这里真的是度假的好地方，吃喝玩乐样样有，尤其是美食。坐电梯一层一层看一看。2层跟3层很多都是品牌店。高挑的大厅内有很多块巨大的屏幕，放着一些近期的演出预告和新年拜年的一些场景。云顶的云星剧场里，每年都有大牌艺人来这里演出。这是许冠杰的演出预告。现在所在的就是云顶第1城，这里也是游客主要停留的地方。这里面汇集了全球著名的景点，有美国的环球步道、法国的香榭里舍、意大利的威尼斯、英国的大笨钟。这些景点都在室内游乐园里和游乐项目融合在一起，感觉这里的室内游乐园比室外的游乐园人气要棒。可能里面待着比较舒服，也不热也不冷。前面还有一块巨大的天幕。这里的游乐项目不光是适合小孩，成人也非常喜欢。有很多项目非常刺激。这个是飞旋陀螺。这个室内游乐场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只有玩项目才去单独买票。所以不喜欢玩这些项目的，在这里逛一逛是不用花钱的。这个是室内游乐场里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天旋地转。看看这里的人气多旺。这个是云顶第1城内时代广场舞台上方的灯光表演，有几百颗灯泡，随着音乐上下纷飞，组成了不同的图案。现在变成了一个福字。又出现了蔡琴的演出预告，也是在2月中旬。云顶第1城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酒店，第1大酒店。这里曾是世界最大的酒店，光房间有7000多间。当然，现在云顶高原上也有好几家酒店，都可以选择。不过我这次没有住在山顶。来云顶高原要慢慢玩，吃喝玩乐慢慢享受。这里除了娱乐场、游乐场，还有很多购物区可以溜达，有很多世界品牌的名店。春节期间，这里装扮得非常有节日气息。走累了，逛乏了，找个地方歇一歇。在云顶，为难的不是找不到地方吃饭，而是品种太多了，真的不知吃什么了。现在来到的是里面的酒吧街，也有很多的餐厅。这是外面，从4楼还可以走出室外，外面还是有很多大雾，而且非常冷。
可以看到缆车、酒店的外观。这个外面还可以看到云顶的室外游乐园。这个室外的游乐园是需要单独买票进入的。感觉这个户外的游乐场没什么人气，好像正在做一些新的建设。看看这山上的大雾。在云顶第一层还有个顶层的观光露台，不过天气实在是不好，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云顶高原。还是回到里面找地方吃饭。云顶高原上人气最旺的地方就是餐厅，很多当地的人都是开车直接上来找个地方吃饭。这里的餐厅不但美味，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既可以合家欢一起吃一顿丰富的大餐，对于自由行的游客来说选择也是非常的多。这是酒吧街旁边的4层的马来西亚美食街，进来就闻到香气扑鼻，真香啊！有什么美食啊？这里云集了马来西亚各地的小吃精华，所以这个美食街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到来。这里几乎任何时间吃饭的人都很多，不少都是华人改良出来的美食美味。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美食王国，其实来马来西亚进行一场美食之旅都非常值得。这些20-30元的小吃真的太好吃了，像这瓦煲鱼头、海南鸡饭，还有肉骨茶，闻着就香。我也是在这里边吃美食边给大家进行了一场3小时的实况直播。不过逛了一天有点累了，6点钟准备坐缆车下山。这也是我坐缆车直播的画面，有一些热心的粉丝网友帮我录屏传给我的。看外面的热带雨林，云雾缭绕的，确实像仙境。正好我上山的时候没有在清水岩庙下车，下山的时候正好在这里停留一下。好吧，这站我要下。这一站清水岩庙站还是值得下来逛一逛，确实空气非常好。也感谢各位网友粉丝的一路直播陪伴。最后我顺利的提前坐上了大巴，回到了吉隆坡。下场的直播将在27号下午在槟城，敬请关注。这是中央车站的2层。今天准备坐火车去马来西亚的槟城，来到了中央车站坐火车。我怕当天买不到火车票，提前1天买的。B， 这是2层。找一找候车室。提前1小时就到了车站，先吃一个早中饭。火车是11点10分发车。长油条。看到了油条，又追加了1根。吃完饭来到了候车厅。这应该是 Gate B 吧。休息。火车售票、候车都在2楼。现在候车没去槟城。坐火车去槟城，要在北海站下车。这次选择坐火车去槟城，主要是考虑比较方便、舒服。从价格来说，其实和坐飞机差不多，都是100多人民币。这趟火车是快速列车，非常准时。现在准备上火车了。这个火车票是82马币，大概人民币130吧。现在出发，前往槟城。槟城实际上是槟城州，并不是一个城市，是马来西亚13个州之一。州首府是乔治市，我这次主要就是去的乔治市。
是个港口城市，一个老城。这是马来西亚的铁路图。从吉隆坡中央车站走到这儿下车，这个当地叫北海站中文，从这儿坐船过去。火车开了4个小时，到达了北海站。这个北海站就设在码头，所以出了站就可以到码头。沿着坐船的小路标往前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码头坐船的地方。都是这样无障碍的快速通道，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行李比较重。到了码头入口直接买票，需要准备硬币，不过没有硬币它也可以换。这个船票非常的便宜，只有1块多，自助扫码进入码头。这个码头就是往来于槟城的北海和乔治市之间的一个交通码头。这个船次非常的频繁，现在开始上船。就是这样的快船，都可以看到对面的岛，这个距离也就3公里。去这个岛其实除了坐火车、飞机，坐大巴也非常方便，直接到小岛，因为有大桥。而且从吉隆坡坐大巴到这个地方特别便宜，相比火车也不用坐船了，就是时间比火车长一点儿。这个船也就开了10分钟左右，就到达了对岸。对岸就是宾州府的首府乔治市，但很多游客通常直接把这里叫做槟城或者槟岛。槟岛也是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这里的经济非常繁荣，而且古迹众多。2008年这里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区到处都是古迹，虽然看着有些破烂，但是一直保留下来。现在到达了乔治市的码头。槟城号称是美食之城，这里有太多的美食了。而且槟城还被评为世界10大宜居城市，它也是亚洲唯一上榜的城市。现在下船登上了槟岛，回头望，这就是码头。我原计划过2天会从这个码头直接坐船去兰卡威的。码头的大楼，先去看一看去兰卡威的船票，旁边就是卖票的地方。不过是个坏消息，现在这个去兰卡威的船停了，很麻烦。本来从槟岛到兰卡威坐这里的快船是最方便的，又便宜又快捷，但已经停航很久了，现在还没有开放，所以还要改变计划。我订的酒店离这个码头实际上只有1公里，但是拖个大箱子还是叫了出租车。现在到了槟城，打一个网约车。其实在码头有一辆免费的巴士，可以直接开到市中心的光大广场，但我到那里去酒店还要走1公里，所以不如直接打个车了。在这里叫车最好还是选用当地的打车软件，又方便又便宜，而且还可以选择用现金支付，不用绑卡也可以选择用现金支付。现在坐车前往酒店，其实如果我背个包我就走过去了。打车软件叫车是8块钱马币，感觉应该是个起步价。这一片都是老城区，正好可以看一看景色。前面就到了我订的酒店。槟城当地还是比较富裕的，所以这里的酒店也不算便宜。我选择了马来西亚酒店，在曼谷也住过一家马来西亚酒店。
酒店布置的也很有中国节日的气氛。中间就是一个标间儿，空间还算比较大。是一个标间儿，猜一猜房间多少钱？窗外可以看到的风景。这房间290，我是在国内网站订的，290人民币。现在下午4点多了，有点饿了，准备出去先吃点东西。我住的地方也都算是老城区，所以去老城区转都不用打车，溜达就可以。有白色建筑。槟城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在中国的感觉，因为到处都是中文，很多人都说着中国话。因为这里的华人比例是非常高的，中国人来这里的历史也非常久远。这边的房子也都是老房子，老城区里的街道也很有感觉。槟城很多的美食都在这些街巷之中。现在差不多是5点钟，感觉很多餐馆也没有开门。有可能是人家春节自己放假了，但找到餐馆和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想找一找美食美味。这样小的美食中心在槟城也是非常多，但最好还是找一些老字号。感觉这里非常热闹。我其实这次在槟城主要是来吃美食的，很想住在这样的老街里。这边已经有不少摊位了，对面已经排上队了。排队的摊位餐馆吃起来肯定不错。这还没到饭点就排队，一定很香。一看这个摊位就是我爱吃的。这家是几代人一直做的美食，看看菜单上就非常有食欲，而且价格不贵。13，再来一个干捞果汁。这个图片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幸好排队的人不是特别多。闻着是真香，这个就是给我的了。19块，我要了2份这是我的吗，19。我能坐那里头吃吗？我要个2个。闻着香哎，这一大份儿，我这一个小吃就饱了。有些人可能觉得颜色比较重，但并不是很咸。这是来槟城吃的第1顿餐，我真是饿了。就坐在街头吃了。单点了一盘算是卤肉吧。这个还有摆摊的基本都是华人后代，几代人，都是传承了几十年上百年。这里的美食都是几代传人传承下来的，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我在27号下午也会做一场直播，介绍一下槟城的文化和美食。再来碗糖水，这糖水里有好多东西。最后再来上旁边这家的祖传的糖水，有4、5种，这碗也是1块5。
都是他们祖传的配料。打算在这条街上找一家民宿，这样吃美食比较方便。这条街非常热闹，这条街就是老街。到这条街上逛一逛，去找一家民宿，然后明天搬过来。路口就有一家我之前查过的民宿，不过昨天晚上订的时候满房了。就在这条街。如果明天这里有房，就打算搬过来住，吃美食很方便。出门就是我吃的天皇卤味儿。接下来去逛一逛这个槟城。谢谢大家关注我每次的直播。这里是吉隆坡的双子塔，亮灯了。晚上过来逛一逛双子座的夜景。双子座很热闹，这里又是吉隆坡的地标建筑，所以周围有很多的游客。这里还有免费的巴士站，如果做好攻略，在吉隆坡市区游览都可以坐这个免费巴士。先沿着双子塔的外围走一走，它的周围有很多摩天大楼。今天的天气不好，一直在下小雨。下雨天吉隆坡的天气竟然觉得有点凉。这个双子塔的全称叫吉隆坡石油双塔，它曾经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这个大楼在1998年就完工了，高度达到了452米，地上有88层。不过现在有很多高楼都超过了它，包括中国有很多的高楼也超过了它。现在它的高度估计是也排在世界前20名，但仍是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双子塔前后都有比较好的拍照位置，正面可以拍到双子塔的全身。从这里可以进入双子塔的商场，进商场看一看。双子塔下面的5层都是商场，左右两边的双塔，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石油公司办公用，另一座是出租的写字楼。这2个楼平时不对外开放，不过还是可以买票参观的，可以到41层的空中走廊，还有80多层的观景台。参观的门票大概是100多块钱。现在正是中国的春节假期，商场里有很多的节日气氛，尤其是地下1层，有很多中国传统的建筑展示。这个商场还是挺漂亮的，也有很多的世界名牌，也有很多的平价商品。从商场出来，来到了双子塔的后面。这个后面也是一个大公园，叫城中城公园。有一座不小的湖，有喷泉，周边很多的热带植物。来这里观光拍照的人尤其多。每天晚上这里有很多场次的喷泉表演。看看这个双子塔，都穿破了云雾。要拍到双子塔的全景不容易，要么离远点儿，要么只能用这种广角拍。围着这个公园转一圈，欣赏一下双子塔的夜景。这个双子塔确实非常上镜，也有不少的电影在这里取过景。马来西亚也算是比较爱盖高楼的国家，它的摩天大楼还非常多。这个双子塔在马来西亚现在是第2高楼。现在吉隆坡有一个110多层的高楼，是马来西亚的第1高楼。
不过从整体的景观气势来说，比不上这个双子塔。记得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这个双子塔刚刚建成，气势非常的恢宏。当时我也被吉隆坡的现代化程度所震惊。当时它的城市建设，即使放到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可观的。不过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城市的高楼都超过了它。相反，感觉吉隆坡这些年发展的速度没有以前快。10多年前，中国的人均 GDP 也才只有马来西亚的一半，现在都超过了马来西亚。不过这个双子塔毕竟曾经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也是20世纪最高的摩天大楼，这个记录还是被牢牢记下了。即使现在吉隆坡的双子塔仍然是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知名的地标建筑和象征。晚上这里的喷泉还比较精彩，很多人都会来这里参观。这个双子塔的夜景和晚上的喷泉表演，我前天的时候也给大家直播了一场，很多粉丝和网友也观看了这场直播。这是商场后门的一个大金兔子，今年是兔年。马来西亚的春节气氛还是比较浓的。现在去商场里面吃个晚餐，商场布置得红红火火的，特别有节日气氛。现在在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人确实比较少，估计过一段时间会多起来。这是商场的地下1层，这里每天还定时为大家表演中国传统的一些节目。到处都是恭喜发财的标志。来到了商场的4层，准备在这里的餐厅吃饭。从4楼往商场的中庭看，很喜欢这家小槟城美食馆，非常的物美价廉。要吃这个。不过吃饭的时间总是要排队。槟城美食馆，真是饿了。这里的美食种类非常多，都不贵，都是人民币20多。先点了个冰激凌。这是今天的晚餐。
因为住的酒店离这里比较近，经常把这里当做食堂。晚上从双子塔出来，再看一眼双子塔。我最近2周都在马来西亚旅游，会经常的为大家直播一些马来西亚的美景美食，请注意留意我的每天动态。